公布了这个台风之后这个发生这个类鼻疽症状的个案，那后来经过这个检验确诊总共有6例，那其中有这6例都是住在高雄市，那其中有2例死亡。那这2例呢，分别是第一个是50几岁的男性，那他本身是有这个肝脏方面的疾病的慢性疾病的病史。他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一开始是有发烧跟这个腹痛、全身虚弱的症状。那后来这个虽然有到诊所就医那当时帮他做了这个流感快筛是阴性，那开了一些药物之后让他返家，不过他这个发烧症状还是持续，那甚至后来有一些这个解黑便的这个消化道出血的症状，那所以他后来就到这个急诊就医。那在急诊的时候这个诊断他除了是有这个肺炎并发呼吸衰竭，另外还有这个上消化道出血的状况。那这个当时就是帮他插管之后给这个呼吸器之外呢，就是另外做了这个紧急的血液透析治疗。那不过因为他的这个病程还是变化的比较快所以他是在就医的隔天，也就是在发病的第5天就不幸的过世。那他最主要的这个死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这个肺炎合并了败血性休克，那第二个就是他本来的这个肝脏的这个疾病造成他这个肝硬化而合并了消化道的出血。那这个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医院从他的血液里面检验出这个类鼻疽杆菌所以因此而确诊是感染类鼻疽。那在这个疫调的时候发现是说，他其实在这个台风期间这个台风过后其实是有这个接触过这个污水污泥。那第2例也是同样住在高雄的，是一个90几岁的男性，那本身是有高血压等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慢性病史。那另外他也是一个这个长期卧床的个案。他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一开始是有这个发烧、咳嗽跟呼吸喘的症状。那后来到急诊就医之后呢，就是虽然做这个流感跟新冠快筛都是阴性，不过因为他还是有这个明显的肺炎的症状，所以当时是研判他有这个肺炎，这个收住到加护病房治疗。那可是他的病况也是变化的很快，所以是在这个就医的隔天还是不幸的过世。那主要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肺炎合并了菌血症。那后来也是在他的这个血液检体里面检出了类鼻疽杆菌而确诊是类鼻疽。那在这个疫调的时候，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个案他是这个长期卧床，所以他在台风期间其实没有外出，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污水污泥。那会提到污水污泥，就是因为这个类鼻疽杆菌通常它是可能会是存在在这个自然界的土壤跟这个积水环境中。那最主要的这个传染的途径就是，如果皮肤上有伤口，那又去接触到这个被这个病菌污染的这个污水或污泥的话呢，就有可能这个病菌透过这个伤口进入到人体而造成感染。那不过除此之外呢，它也有一些是经过这个吸入而造成感染的一些病例。那所以通常是在这个台风之后因为这个狂风暴雨造成这个本来在这个土壤或者这个水里面的类鼻疽杆菌暴露出来，那经过这样一吹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有发生这个吸入性的这个感染的可能当然也是如果是接触到这一些这个被病菌感染的污染的这个污水污泥，又造成这样的传染所以我们在这个台风之后的1个月有时候都会发现这个类鼻疽感染的病患有这个大幅增加的情形。那这个感染类鼻疽之后的症状就是轻可以到无症状，那不过有可能是出现这个发烧或者头痛，或者是这个皮肤上有脓肿，那也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咳嗽、这个胸痛等等的症状。那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生这个像肺炎、脑炎或者像败血症的情形，那严重的时候可能致死，所以这个特别需要的是要尽速的使用抗生素治疗。那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如果有这个糖尿病或者是有肺部这个肝脏、肾脏方面慢性疾病的病患，或者是本身是癌症病患，或者是有这个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状况，感染类鼻疽之后造成症状，甚至造成这些并发症，甚至死亡这个风险都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呼吁说，在这个预防方面呢，当然就是尽量避免这个接触到这个污水污泥，特别是皮肤上有伤口，或者是刚刚有提到刚刚这些这个慢性疾病的病患如果有可能会碰到这些污水污泥的话，一定要特别要保护就是要穿戴这个雨鞋或者是戴手套，甚至可能戴口罩都可以避免这样子的感染。那此外呢，就是如果在这个台风这个之后如果像刚刚这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如果有发
发烧或者是有这个胸痛、咳嗽症状的话，一定还是要尽速的就医，那才可以让医师可以这个早期的，并且正确的做诊断，那再给予这个适当的治疗，才可以降低发生并发症或者是死亡的风险。